就被这个遭到了哄抢，这部分文物遭到了哄抢。这个哄抢呢，这些文物呢，这个也分成了几种情况啊，这个就不一一尽说了，这个说起来也非常复杂。那么《清明上河图》本身呢就去向不明，到解放以前，就是到我们就是辽沈战役之后吧，东北解放以后，那么这个《清明上河图》呢就归了东北博物馆，东北博物馆呢就是我们的老的工作人员杨仁凯先生，在文物堆里面突然发现了这个《清明上河图》，他就立刻做了登记。这样的话呢，《清明上河图》呢就归了东北博物馆。东北博物馆呢，我们知道是今天辽宁博物馆的前身啊，所以呢，就是当时收缴的，就是人民政府收缴的这个溥仪的小白罗文物当中呢，包括这个《清明上河图》《韩熙载夜宴图》《簪花仕女图》等等一些。那么建国以后呢，这个国家的文物局呢，把《簪花仕女图》《瑞鹤图》国夫人游春图等等这些珍品呢，就留在了东北博物馆，就今年的辽宁省博物馆，现在的辽宁省博物馆，把《清明上河图》调拨给了故宫博物院。所以呢，《清明上河图》呢，经历了这个1000年的这个沧桑之后，又回到了故宫啊。这个是《清明上河图》的一个大概创作和流传的一个情况。那么，《清明上河图》第一次公开展出呢，是1957年。到今年呢，2005年呢，也已经将近70年了。那从1957年才正式的进入公众的视野，因为在之前呢，它是帝王的收藏，别人看不着，只有皇帝能看着。皇帝高兴了，就是跟几个宠爱的大臣一起欣赏一下，啊，老百姓肯定是看不着的，那么从1957年故宫博物院第一次展出到今年。就是68年，应该是，在这68年当中呢，就是陆陆续续的有几次这个展出啊，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2002年3大博物馆啊，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和辽宁省博物馆联合在上海举办了一场1000年一针啊，名为1000年一针的这个展览，联合展览。这个展览我没有参加过。那个2002年那太早了，20多年前。但是呢，我看照片，那个展览在上海排出好几条街去，那个队排得很长，一点不逊于今天我们100年大展的这个排队啊。因为3大博物馆都把自己最压箱底儿的国宝拿出来展览，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图》，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展览。然后呢，就是200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80周年，这个《清明上河图》第一次全卷展开。再往后呢是2005年，之后是2012年，那个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清明上河图》拿到日本展览，在日本引起巨大轰动，这是《清明上河图》历史上第一次出国展，但在我的印象当中也是最后一次仅此一次出国展，因为我们国家有一个不禁止出国文物清单，那首当其冲就应该有《清明上河图》啊，所以呢，这个禁止出境的这个文物它是非常严格的。那么到201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90周年，又拿出来展览，那次是排队7个小时，当时单院长在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故宫博物院要给排队的这个游客送方便面、送热水、送方便面，你想7个小时站在那不能动。那上个厕所都很困难，但是呢，也是件好事儿，说明这个就是我们国人对于传统文化、传统美学就非常的重视了，非常热爱了。那么下面就是今年的这个2025年的这个我们这个100年大展，又一次展出，是大概展出这个历史。然后呢，《清明上河图》的研究，从这个57年到现在也大概经历将近70年。那这70年的这个研究呢，大概我简单的向各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就大概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从57年到80年代末20多年的这个时间，这是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呢，就是对《清明上河图》呢进行一些基本研究，就我刚才讲的那些，谁画的呀？它作者是谁呀？它讲了什么内容啊？等等，就是对《清明上河图》一些基本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呢，像郑振铎、像这个柏松年、像徐邦达等等这些老前辈，就写了很多的这个论文。在国外也有很多研究《清明上河图》的专家，日本尤其以日本居多这个也非常多。这是第一个阶段。一会儿呢，我会向各位讲一下《清明上河图》的一些争议和我的看法，带着各位细细的浏览一下《清明上河图》。那么这个争议第一阶段呢，实际上就为后面埋下了这样的一个争议的伏笔。那么从80年代初一直到2005年80周年的时候展出《清明上河图》，这25年的时间是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呢，就进入了一个宏观研究的阶段，就是它的研究范围大大超出了第一个阶段的研究范围，因为《清明上河图》这幅图太复杂了，就是从一个角度来研究，比如说美术史的这个角度的研究，已经无法深入和全面的去了解这个《清明上河图》，因为我们中国古代绘画是分科的，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美院也分科、分系、分专业，什么油画系、国画系、书法系，那个史论系，对吧？动漫，今天是这么分的，就是按照这个类别来分，按它的形式来分。但是古代呢也有分科，比如说我们看宣科画谱，它上来就有一科一科的来分，画家必须来分科。那个它怎么分呢？它是根据这个画的内容来分，比如说道士人物、山水、花鸟，这个兽畜，翎毛，然后呢，这个界画就是画建筑，当时不叫建筑，没有建筑这个词，建筑这个词是外来的词，叫界画等等，它也是分科的。但是《清明上河图》呢，你就没法分科，因为它什么都有，它是把所有的这些画种汇于一炉。这个呢，这个到张择端呢，我等于说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绘画达到了一个高峰。只有在北宋那个年代，中国艺术达到了空前成熟的阶段，才能产生张择端这样的一个伟大的画家和这样一幅伟大的作品。当然，后世当中，这种综合性的这种绘画也有很多实际上，那个张择端可以说开创了一个先河，也有很多，但是呢，我觉得都没有超越《清明上河图》。所以《清明上河图》呢，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为什么它有这个这么高不可及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就是它是一个伟大的百科全书，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绘画，所以单一的研究、单一的专家都不可能深入的去了解这幅《清明上河图》。所以到第二个阶段以后，有大量的政治史、经济史、建筑史、服饰史，甚至是动物学、植物学，这个桥梁史、气候史、气象史，各种专家共同都从自己的角度对《清明上河图》进行研究。一个单一的，比如说我是对美学一直感兴趣的，别人一个问题就把我问住，他说这个《清明上河图》里面画的树都什么树？这我哪知道啊？我不可能知道这是吧？所以呢，就是他必须各方面的专家来共同介入到这个《清明上河图》的研究当中。所以呢，就是第二个阶段的《清明上河图》的研究就进入到了一个跨学科研究的一个阶段，也就是说综合研究。所以呢，有很多交叉学科、交叉研究。这个交叉呢，越交叉越多。比如说有历史地理学，那过去没有，过去历史学就历史学，地理学就地理学。现在有历史地理学，有历史气候学、气象学，因为气象对于历史是有影响的。我们觉得气象不就天气预报吗？这今天多冷，明天多热，刮不刮风，那个晒不晒太阳什么的，有没有下雨，就这就气象。实际上，气象对历史研究影响很大。中国历史受到气象的研究，受到气象的影响非常大。我们的历史大势
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恰恰是小冰期。所以你看，气象影响历史，没有这个小冰期，就没有金人的大举南下，就没有北宋的灭亡，没有这个北宋所有这些人的命运的这个变化。所以这是气象影响历史。所以呢，就这种交叉这种学科，随着我们学科的发展，就越来越多。这是第二个阶段。那么从1985年，80周年我们那个展览到今天又过了20年。这20年的这个第二个阶段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提出了清明上河学这个概念，因为它太复杂、太博大精深，它已经构成了一门学科，所以呢，就在第二阶段就提出了清明上河学，它成了一个专门的学科啊。这是第二阶段。那么呢，就是从05年这个80周年到今年100周年，这20年，就是进入第三阶段。第三阶段呢，就进入了微观史的这个研究阶段，就是很深入到很多微观，因为呢，微观史学呢是近年来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热门，但是在国际上已经流行很长时间了，我们呢就相对晚一些。所以前几天跟那个战庭兄提到那个王迪，王迪他就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微观史学的一个历史学家，他就是一个中国的一个代表人物。所以微观史学呢就成了一个历史学的一个趋向。那我在3联出这一套书呢，就叫《著咏微观故宫系列》，就是也是微观史。就是我研究一件文物，就是故宫博物院的那么195万件文物，我就研究一件。这一件当中呢，我研究某一个细节，这个呢就进入极其微观的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呢，借助于我们技术的这个变化和科技的这种支撑。那在第一阶段，我讲这个基础研究阶段，像我们的老前辈徐邦达、这个郑振铎他们那些老先生。他们不可能进入到微观研究阶段，为什么呢？他没法放大，很多细节看不清啊。实际上，我们今天到这个展厅里面去看《清明上河图》排10个小时，你很多东西也是看不清的，因为《清明上河图》只有这个40多公分高，就这么大，就这么高，然后里面800多个人物，有大量的历史细节。过去我们最传统的就是拿放大镜看，对吧？但是呢，我们现在有电子技术，我今天带来的是高清电子版，我可以把它放大到无限大啊。所以呢，就是再加上我们这种3D 呀，各种这个技术的成熟。昨天我们聊到 AI， 昨天我们吃饭的时候跟那个邓一光，我们就主题是聊 AI 这个。所以我们未来科技的这种发展，为这个传统的这个艺术史研究添上了翅膀。所以呢，就是第3阶段呢，就进入了这个微观史研究这个阶段。所以我今天呢，也是我这本书呢和我今天演讲内容呢，也是第3阶段的一个成果。没有这个第3阶段这个研究，这个也不可能有这本书啊。所以呢，等于说我们今天的所有的成果也是站在前人的这个基础之上的啊。那个下面呢，我就带各位来了解一下这个《清明上河图》。来看看这个《清明上河图》，因为前面说也都是这个在空说嘛。我就是联想的，我就是联想的用不好。行，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元大有多大，元大大概就这么大。元大就大概就这么大，所以呢，我们能看清吗？即使就是离着它只有1尺远，你的这个很多细节是看不清的。但是我们放大，我可以发现很多细节。就是它是现实主义杰作，就是它是用现实主义的这样的一个绘画方法来反映这个北宋王朝末年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后面的内容非常的多，非常的丰富。然后呢，它的比例、它的笔法非常的细致，
就是我们越是放大，越能发现它的这个艺术功力。你比如说，这个是船，这个是拉纤夫，对吧？纤夫在用这个纤绳在拉纤。我们注意到它这个纤绳全部都是双线，大家看到了吧？全部是双线，而不是单线。然后这个是这个顶上舱顶的这个绳索纤绳，我们看它的纤绳，它全部是双线，而且是它互相缠绕叠压的这个关系，画的一丝不苟。但是我们看原图，原大，就这么大，那个绳在哪儿呢？你找你都找不着。找到了，那还是挺厉害的。哎，他是用毛笔画的，你可要知道，他是用毛笔画的，他怎么画成这样的一个效果？这个细节，我只是拿出无数细节中的一个来说明问题，可见他的笔功和画力，就是他是我们经常讲超写实的这个绘画。那这个张择端这个青上河图，他就是超写实，对吧？所以呢，这个借助于微观研究，我们可以看得很细。但是呢，你用郑振铎那一代，他就摆在他案头，他也看不了那么细。所以呢，就是第3阶段就这个。然后呢，首先呢，我们要看这个《清明上河图》，它画的是什么？它的基本内容是什么？这是最基本的一个认知吧。我们得知道他画的是什么。我们画一个人物，我们知道他画的是个人物；他画一个苹果，我们知道画的是苹果，这很清楚。但《清明上河图》画的是什么？这个呢，从50年代，这个《清明上河图》开始被学者研究，一直到今天，都没有说清楚。到现在都没有说清楚，这《清明上河图》是画什么？《清明上河图》5个字是什么意思？就《清明上河图》5个字是什么意思？到现在那个学者们呢也是众说纷纭。那在第1个阶段呢，就是郑振铎先生比较早的写了一篇，就是关于这个《清明上河图》的论文。他呢就定调《清明上河图》呢，就是清明这个2个字呢，就是指的清明节。那么这个《清明上河图》呢，画的是清明节这一天汴京城的景象。然后呢，这个郑振铎先生就开始描写了，从卷首一开始的什么什么的，然后中间怎么样，一直到卷尾怎么样，反正就是各行各业、5行8作啊，人生百态，通过清明节这一天，然后呢得到了一个反应，对吧？郑先生他的一个一锤定音，这个定音呢一直这个影响到今天就是社会大众，包括学界、主流学界，大多数都认为这个《清明上河图》画的是清明节这一天，河呢就是汴河，这个没有争议啊，这肯定是汴河，因为这个汴河是这个汴京城啊，它之所以能够这么繁华，是靠这个汴河滋养出来的，对吧？过去这个河流就等于高铁，过去没有铁路，没有公路，河流是主要的这个交通的渠道，所以呢，来往的这个商业都要靠这个河流这个来运输这个商品，包括这个漕粮。你那个皇城有这么多人吃饭，你粮食从哪儿来，对吧？各种商品的交换，所以呢，这个汴河呢是滋养汴京城得以生存发展的一个命脉，一个血脉。所以呢，这个河呢就是汴河，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它这定调呢是清明节，这个主流的这个定调，因为郑振铎先生他不仅是一个文物鉴赏大家，而且是我们国家文物局长50年代呢，建国以后的第1任那个国家文物局局长，为保护文物，包括我讲那个小白楼的文物这个散佚之后的这个回收这个寻找流散文物的回归这个都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的一位了不起的一位
老的文物工作者，所以他这个定调呢就一直延续。但是呢，到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尤其是第二阶段以后，就有专家呢就对这个郑振铎的这个清明说提出挑战，因为呢这个清明说呢成立不了啊。我们可以细看这幅画，我来给大家解读一下。这个我们从画手开始啊。开场呢，这个是汴京城的郊区，他从郊区一直往这个城里来画。那么你看，这个呢是驴，是驴，不是牛。驴是主要的运输工具，啊，牛呢是主要的生产工具。就我们农业生产离不开牛，尤其是黄牛。中国是这个传统的农耕文明，离不开牛，牛是重要的生产资料。但是呢，这个运输主要靠驴啊。这个驴身上驮的什么东西？能看出来吗？哎，对了，是炭，炭是古人烧炭。但是呢，我们看什么时候卖炭或者买炭呢？对了，冬天到来之前，就是即将天气变寒，就现在这个时候要过冬的时候，北方黄河流域，北方要过冬的时候肯定要备炭，对吧？那如果它是清明节，你会说冬天过去以后，春天来临的时候，天气变暖的时候，有人会买炭吗？有可能，对吧？但是它不是必然。行，那咱们就看这个，咱们接着往下看，咱们再接着往下看啊。这个是农村的这个景象，土地一片荒芜，就是没有人在耕作。这个田野里无人，这是露露打场的这个露露，哎，没有人。说郑振铎讲呢，这是当时春天到来的时候，人们到郊野去踏青，像我们今天这个清明节到来的时候扫墓，然后借着扫墓的机会也出去旅游，对吧？也这个一家人出去踏青，感受一下春天的气息。但是我们看看这个春天的这个郊外，荒无人烟，啊，没有这个踏青的这个景象。然后呢？这一队人马，大家看了可能说，哎，这不是有踏青的了吗？但是你看他身上的穿着非常的厚实，围得严严实实，然后是这个头上戴的这叫风帽，就裹得很严。北方很冷啊，我是北方长大的，那个冻的耳朵简直冬天耳朵要冻掉，感觉有刀在割那个耳朵一样，所以呢，就是你耳朵不围起来，冬天是不行的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围到这个耳朵，就说明是在寒冬，那不是一般的倒春寒。倒春寒我们不会说冷到这个程度，就是我是在东北长大，我沈阳人，所以那个我小的时候，我上中学，我都是骑自行车，骑自行车，一个是必须戴手套。一个是必须耳朵那个棉帽子必须把耳朵围住，不然的话那耳朵会严重冻伤，啊，就觉得那个冷简直就是像刀在割你的耳朵一样。所以呢，他戴着风帽这个冷绝对不是春天倒春寒的这种冷。我们再看它的植物，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它这个枯树的画法，其实张择端呢，他是集美术之大成，他这个画法当中呢，我们熟悉美术史的就可以看到有很多前人的画法。他继承了，直接拿过来，所以呢，这个他的这些枯树，都是受到了郭熙呀、李成啊这些北宋风景画家的这个影响。所以呢，他这里面有风景画的东西，但是呢，他把风景作为背景，他不是专门画这个风景画的，他把风景作为背景。所以呢，他这里面的枯树的画法，枯树是中国古代绘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那个我上次宋画词典里面也应该讲到了，就是中国古人非常喜欢画枯树，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这儿我不展开了。那么就这个，它应该是冬天的这个景象，就是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它是个冬天景象。然后呢，我们继续往前看，看呢就是这个到了汴河了，汴河就出现了。然后呢，这些船只慢慢的这个就出现了。出现之后呢，我们看这个水流它是流动的，这个很清楚可以看出来，这个水流它是有波纹、有波浪，还有漩涡什么这些，它是一个流动的一个状态。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它是春天，这是春天，这个是不假。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汴河它冬天是封冻的，这个我们从历史记载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汴河是封冻的。封冻之后呢，不能通航，所以呢，一方面呢，它是水已经开始流动了；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船在航行。这个除了靠岸的这些船它不动以外，它这个河流当中有船在航行。所以呢，如果是有船在航行呢，就说明它一定是至少是在春天了，这个已经解冻了。所以呢，就是汴河它在冬天它是封冻的。那么我们查这个北宋的史料，我们就会知道，那个北宋的政府每年冬天就会利用这个封冻的这个时间来清淤。为什么清淤呢？因为这个汴河呢是引的是黄河水，它是运河，所以呢它每年都携带大量泥沙。这个泥沙抬高之后呢，如果你不及时清淤，这个它水就会漫出来，会危害这个城市，因为它是首都嘛。所以呢，就是冬天封冻的时候，它一律会清淤。清淤呢，我是见过的。我在北京上大学，我大学就在颐和园旁边。颐和园冬天就要清淤，清淤这个工程很大，它要把水全部排干，排干之后呢，就变成了一个大的那个大坑吧。然后呢，就要把底下的淤泥全部挖出来运走，然后把水再放回去，这是清淤。所以北宋政府呢，每年冬天都要利用断航这个时间，因为你通航你影响经济，那你不能清淤。所以呢，在断航的这个冬天，每年都要清淤。那么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看已经在航行，就说明它不是冬天，它是在春天这样的一个。这个呢，就是如果用那个郑振铎那个说法呢，倒也还说得过去这是春天。然后呢，随着这个画卷的深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水流越来越湍急，水流湍急，不像刚才那么平缓了，那么平和了，就是水流很急，急到什么程度呢？水流急怎么画？水是很难画，大的浪漩涡，对吧？这个水呢也是很讲究的就是这个画水呢，也是中国古代绘画家的一个功夫。我们南宋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画家叫马远，可以画过人被冲走。他呢就画过那个水图，也在这个故宫博物院我们曾展出过。他专门画水，画不同地方的不同河流、江河湖海的这个水流都不一样。洞庭湖的水跟鄱阳湖的水，它可能就不一样。所以呢，这个马远呢专门画水。所以张择端呢，他也展现了就是画水的这方面的功夫。那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它的漩涡多了，而且呢水流很湍急。更重要的，它是通过人物和情节来凸显这个水流的湍急。什么情节呢？就是这艘大船，不管大概率是运货的吧，我不管它运人运货的。你看这艘船呢，马上就要冲向这个船头那个桥头。就要撞向这个桥头，要发生这个交通事故了。所以呢，这个船上的人都在喊：“注意呀，我们这个要撞了。”然后呢，桥上的人呢都把目光吸引过来。有的人看热闹，对吧？就看热闹不嫌事儿大。这街上经常有人发现有人看热闹的，但也有人呢就是帮着呼喊就是说你们注意啊，这个不行了，这个马上就要撞了。然后看岸边的这个人也在呼喊这个桥叫虹桥，
首先我介绍一下虹桥。虹桥呢是北宋我们宋代科技史的一个重大的成果，就是李约瑟先生在这个中国古代科技史里面专门讲到这个虹桥的建造啊。中国是中国是桥梁大国，到今天我们也是桥梁很厉害，造桥很厉害。桥梁大国，这个虹桥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那个看上去像彩虹一样，非常的优美。但是呢，这个造虹桥呢，它可不仅仅是为了优美。我们中国的这个古代建筑，它是实用跟优美相结合的啊。它实用价值是什么呢？在于它没有桥墩，就是我们的桥已经可以不用桥墩了。那么为什么不用桥墩呢？就是因为这个汴河当中有桥墩，所以呢，它容易造成交通事故。因为那个时候它没有方向盘，完全靠人靠舵手来控制方向，所以呢，当水流湍急的时候，如果这个船本身很重的话，就很容易发生这个船毁人亡的这样的惨剧。这样的惨剧呢，每年在汴河上都会发生，所以呢，避免了这样的交通事故呢，就发明这个虹桥，主要是为了没有桥墩，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这是从这个建筑史的这个角度上去讲。另外呢，从布局毛坯上讲，我给大家看青烧图呢，它5.28米的这样一个长卷，上面有814个人物，100多栋房子，120栋房子。20多艘船舶，那么这样大的巨大的一个鸿篇巨制，它相当于我们这个作家写的一部长篇小说，对吧？但是你这个整个这么大的规模，很容易失控。就作为一个创作者来讲，很容易失控。失控就是它就乱套了，而且是一盘散沙。你这个如果是一盘散沙，它的意义就不大了啊。所以呢，就是这个虹桥呢。我觉得它是这个全卷的一个核心，布局毛坯上的一个核心。它把这个河流上的人、这个桥上的人和岸边的人，全部有了一个共同的交汇点。它这个整个的这个布局毛坯它就不散了，而且呢用了一个非常紧张、惊心动魄的一个情节，把整个的这个画卷给整合在一起。所以呢，你就是写文章要有一个文眼，画画呢也要有一个画眼，它才能不会一盘散沙。所以呢，从整个布局毛坯来讲，这个部分是核心的环节。它就把几股人流有了一个共同的焦点，事件的一个焦点，内容上它有一个焦点。另外呢，它制造了一种紧张感，制造紧张感这个很难，就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自己会产生紧张感。但是作为一个这个艺术家，你怎么去制造这个紧张感，来吸引这个观赏者啊？这个也是能够看出这个创作者艺术功力的一个问题。而且你这个紧张感呢，要尽可能的利用这个现实条件，不是凭空那个想象或者是从天而降的那么一个紧张感，它就完全利用汴河桥梁这样的一个关系，而且也是写实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剧作，而完全是反映现实真实存在的这样的一种状况，他把它给搬到这个画上，造成了这个紧张感。这个让我想起什么呢？想起那个我们早期电影的一个大师叫爱森斯坦，他拍了一个著名的电影叫《奥德萨阶梯》这个是黑白默片，这电影大概是1910几年吧，还是20几年，就是很早的时候，100多年以前。这个爱森斯坦，这个苏联的这个电影大师，他有一部那个作品叫《奥德萨阶梯》。这个奥德萨阶梯现在还在我没去过。如果我有机会去，那我那个就特别想去看这个奥德萨阶梯。那个它这个建筑还在，它是什么呢？它就是那个楼梯就广场上的那个楼梯一蹬一蹬的那个楼梯，它很高，延伸很长的一个楼梯就有点像我们重庆朝天门码头一台一台台阶上去很高那个台阶，这个叫奥德萨阶梯。
那他在这个《战舰过江津号》这部电影里，他就用了这个条件来制造紧张感。你们想一想，如果你们是导演，你们如何利用这个环境来给观众制造紧张感？尖叫，那都太一般了，这太一般了。因为我们不是大师，我们跟大师的距离就在这个地方啊。他是怎么做的？他在一片慌乱当中，兵荒马乱当中，安排了一个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一个，看上去无关紧要的一个群众演员，就是一个老太太。一个老太太她推着一个儿童车，里边躺着一个小孩，嘴上吸着奶嘴儿，那么一个小孩，在一片兵荒马乱当中呢，他突然那个跌倒。然后呢，那个儿童车带着那个小孩就顺着那个楼梯一路往下滑，这个镜头不断的在跟着走。他干什么呢？他不参与情节，这个细节他不参与这个故事情节，他就是给你制造紧张感。我们再回过头来回味这部影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不可能再有一种方式比他这种方式更能制造紧张感了。就是你揪着揪着你观众的心，那个童车那个小孩在那个，因为他失控了，顺着那个楼梯啪一路往下飞奔，俯冲那个童车，那个小孩那个婴儿就在那个童车里面奋力的在哭，哎，对了，就哭喊，但是他放到这么一个环境里去哭喊，是不是非常有紧张感？所以呢，就是在张择端那个年代呢，将近1000年前没有电影，但是呢，这个《青山河图》就是一部电影，所以呢，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虹桥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制造这个紧张感，这是从绘画功力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咱们回到刚才季节的这个事情，这个虹桥呢，就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细节，我们一放大呢，就会发现很多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我们。首先呢，我们看这个桥上有很多的雨棚，哎，这个伞，这些小棚子，这个桥上呢，两边呢都是这个贩卖小商品的小商贩，在这卖这个各种小商品，还有吃喝啊，一碗面条啊什么的，这种小商贩，在这个桥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来人往，那个客流最多。对吧？所以呢，这个地方它是做生意的好地方，就好像我们今天这个天桥上，啊，有很多的这个卖什么手机壳啊、贴手机膜啊，就这些小商贩。那么这些小商贩呢，它的这些呢是有很多雨棚来防雨。那么这个就表明呢，我们再结合前面的这个水流，我们就可以基本判断。这个时候，他描绘的这个季节是进入了雨季，啊，当然呢，也有可能有观众较真儿，说这不是防雨的，这是防晒的，啊，但是呢，如果是在清明时节，北方大地上寒冬刚刚过去，暖阳刚刚出现的时候，有谁会防晒吗？会有那么多人去防晒吗？可能有1、2个皮肤好的女孩子，这个不愿意那个太阳晒，但更多的人对于北方的老百姓来说，阳光是非常宝贵的。这个晒呢，肯定是这上面干活的都是贩夫走卒，啊，以男人为主，都是干粗活的，他们都害怕这个太阳，就说明这个太阳很毒，啊，晒得很厉害。所以，即使是防晒的，它也应该是在什么？在夏天，不应该是在春天，啊。但是也有可能就是有朋友说了，那年春天天气很热，那我们再继续看其他的情节来作为佐证吧。这个我们看人物穿着，有很多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穿短袖和无袖的，啊。对，甚至还有光着膀子的，这都是无袖的，穿无袖服装的。那前面不是还有捂着耳朵吗？哎，对，前面捂着耳朵啊，这就很少了，
这就没有捂着耳朵了。这个帽子叫笠帽，它是今天的我们的太阳帽，叫太阳帽。哎，穿短袖，这是短裤，穿短裤的，穿短裤的人也非常多。一会儿我再给大家看，就是这个穿短裤的人非常多。那就是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会不会清明节的时候天气比较热？刚才说倒春寒，因为倒春寒了，那些穿厚衣服的才合理，对吧？但是呢，这个呢，我们又觉得那天它是不是比较热？它同一天不可能又冷又热，对吧？它要么比较冷，要么比较热。但是呢，我们即使是我们可能在座的南方人多，不太了解北方。北方在清明节，阴历3月、阳历4月的时候，再热也不会穿短袖、穿短裤，啊。然后呢，会不会那一年的这个比较热呢？清明节，我还真查了这个北宋后期的这个气象记录，我那个书里面列了很详细的。我今天就不跟大家细说，因为刚才提醒我这个时间已经到了。那个时候正好是出于中国历史上最大的4个小冰期之一，就是天气酷寒，啊，在北宋末年天气酷寒，所以呢不可能说清明节天气比较热，那所以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断定，这个是在夏天，啊，至少是在夏天，然后呢，我们再往下看，这就矛盾了，就出现了很多的矛盾，在这个清明上河图上出现了很多的矛盾点。然后呢，我们再看这个是什么？这个呢叫那个彩楼欢门。这个呢就是彩楼欢门呢，它表明它是个大酒店，5星级大酒店。这个在这个清明上河图里面呢，它画了很多的这个客栈，有很多的酒店。那么一旦彩楼欢门出现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豪华酒店，富人住的。所以呢，就是它后面这个酒店就是这个著名的酒店，前面有个彩楼欢门，这写的是10千脚店，这是什么？这个是这个酒店名字啊，就是比如说香格里拉大饭店，它这一个牌楼这个招牌在这写着呢。这个天之美露，这是什么呢？这是酒的广告啊，就是天之美露，就是像甘霖天上下来的一样，天之美露，这是酒的广告。这上面挂一旗，这个是什么？咱们熟悉吗？酒旗。哎，对，这个叫酒旗。哎，酒旗水村山郭酒旗峰。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这个酒旗呢，在唐诗宋词，包括小说《水浒传》这些里面经常出现。但酒旗长什么样，我们没见过，对吧？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照片。那个《清明上河图》里面，哎，他就画了这个酒旗，我们就知道这个酒旗长什么样。酒旗上面写了2个字，这字已经残了，但是基本上能够看清楚。对了，新酒，新酒。我们查这个历史记录，那个《东京梦华录》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文献史料里面就写了，新酒是什么时候上市呢？中秋节前上市新酒，中秋节8月15，这个中秋节前，那它最晚是在阳历9月份以前，对吧？也是天气比较热，但是即将进入这个秋天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当中。那上市上多久？就是他那个时候上市，啊，这个就是。但是你看这酒旗都残了，它也至少得飘了1个月吧，上市之后1个月。好，那我们先不说这个啊，一会儿我给大家解答这个问题。然后呢，这个残不是说他当时画残，这个残是他在流传的过程中残了，啊，因为呢，他当时这个画里面他是不残，他不可能画的是残的旗。这个呢，是因为这个《清明上河图》啊，我刚才讲，就是在这个东北博物馆发现以后啊，那个图已经很烂了。我们故宫博物院
那个回到故宫博物院的很多的图都非常烂了，有的是碎片了。这个图虽然没有碎片，但它基本上上下就跟长了牛皮癣是一样的，就非常残破。残破的时候，我们把它修复成这样。修复成这样呢，这里面修复的过程中呢会有缺失，因为它1000多年了，这过程中有缺失。缺失这个部分呢，我们尽量不去补它，但是呢，必要的时候可以补。补呢叫添笔，添笔呢要非常慎重，因为你改变了原来的那个形态，你这个添笔你是后人添的，你搞不清楚，后人就不知道哪个是张择端的笔，哪个是你修复师的笔，你看不出来了。所以呢，可以添笔，不是不能添笔，添笔要非常慎重。所以这个地方呢，它残了就残了，我们没有添笔。包括呢，就是在这个我们的书法作品当中有大量缺字的，一幅那个书法的作品中间缺字，这个字我们基本不补的，基本不补，缺就缺了，要保持这个文物的原貌。所以它不是挂了1个月了，它是流传1000年了，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就是往后再看，这里面各种社会形态，方方面面有很多细节，这都没有时间来讲，我就把这一个问题把它讲完。然后呢，到最后画卷结束，最后这个人，这个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你看这个地方也残了，没有添笔，对吧？这个地方人脸这个地方也残了，残的很多。1000年能像这样已经相当不错了。然后呢，这个是最后一个人，最后一个人呢，他穿的是短裤，说明呢也是在天气比较炎热的地方，然后就结束了。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释？我今天时间已经到了，我就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解释。所以呢，就是《清明上河图》，它画的这个内容到底是什么？画的是什么节令？就争论不休从那个郑润铎先生提出清明说之后，就很快有专家又提出这个秋景说，说这画的不是春天是秋天比如新九等等等等，就是由夏入秋的这样的一个景象，争论不休。这个呢，就是我对这些看法我都不同意，所以呢，我这本书呢就这个提出了一些我自己的认知。这里面呢，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古代绘画长卷怎么看？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我们自身的这个审美传统都已经陌生了就是我们可能是5四以来受西方传统的这个影响比较多，我们习惯油画等等各种这个绘画的这种观赏，我们对自身的这个绘画长卷的这种观看方式已经非常陌生了。长卷呢是中国产生非常早的最早的一种绘画形式。绘画呢原来呢是主要依托于屏风，叫画屏，然后呢就是长卷。那个竖轴呢产生的比较晚，比这个长卷产生的要晚，所以呢这种长卷也叫横卷，也叫手卷，是我们绘画的当中的一个比较主流的一个绘画形式。我刚才讲到的那些名作都是长卷的这样的一个形式。长卷怎么产生？很多美术史家认为长卷是受到敦煌经卷的影响，因为呢我们在敦煌发现的那些这个汉代的甚至更早的这个经卷都是这种横卷的形式。我们看的那些佛经都是横卷，然后这么一卷，对吧？它就可以把它卷起来，然后一摞一摞的把它藏起来，这是横卷。所以呢，有人认为这种长卷呢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受这个敦煌经卷等等佛教这种经卷形式的影响，但是我认为不是这样，还要更早。怎么更早呢？就是说可以早到新石器时代，中国的这个彩陶时代。彩陶时代没有纸张，没有这个丝织品，不可能产生这种横卷。但是我们看彩陶，它是圆形器皿，然后呢一圈绘画，当然画的很简单，画条鱼画什么，画这个水波纹很简单。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做成剖面，给它做成一个平面，它是不是就一个横卷的一个形式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横卷的形式呢，是中国人传统思维的体现。这个中间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论证的过程，这个我不细讲。总之呢，它是一个横卷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而且呢，在中国呢有着深厚的美学传统，这是第一点。这个青上文图采取了一个横卷形式。第二点，横卷怎么看？古人看横卷呢，绝对不像我们今天这样把它全部展开，像博物馆这样把它展开，然后给我们看。然后呢，我们这个人呢就从这头走到那头，他有多少米我们走多少米。这个5.28米我们走5.28米，长的横卷有10几米、20几米，甚至有几十米的。我们前几年深圳做了一个叫什么？深圳的鲲鹏什么那个图，那就很长，我感觉有上百米了。那个展览是很难展览的，那要是在这个厅里面，可能得展一圈，对吧？那个长度太长了，我们古人没有那么大的房子啊，所以呢，不可能把它这个全卷来展出。即使在今天故宫博物院全卷展出，也是非常特殊的事情啊。所以呢，我们古人看这个横卷的方式，对了，它绝对不是全卷展开的方式，而是什么呢？而是拿在手里面，在看的时候呢，一手收，一手放。所以呢，我们古人呢有画案，画案呢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宽度，70-80公分，60-70公分长度这么一个小案子。啊，有人可能觉得，哎呦，这画案就以为是画画的，这画画它不够啊。实际上不是，它是看画，专门用来看画的。把这个手绢呢放到这个画案上，一手收，一手放，一手收，一手放，这样不论这个画卷有多长，它都可以看啊。另外呢，就是我们古代绘画呢，我们中国古代没有博物馆，所以呢，这个画完成之后呢，它不是为了展出。我们古代画家他在画这幅画的时候，他没有展出的这个概念，所以他绝对不是为了展出而完成这幅作品。所以呢，都是由私人来收藏，不管是皇帝还是私人藏家，他基本上都私人收藏。所以呢，它都是个人观赏的这样的一个形态。最多呢，邀请2-3个朋友啊，说我今天收了一幅画，然后我们喝点小酒，然后呢一起欣赏一下，2-3个啊，一起欣赏，一边收一边卷，一边收一边卷，2-3个人看。所以呢，他可以看得很细，对吧？他不是为了成千上万人、几万人去看这幅画，这不可能的。所以呢，这就产生了一个观看效果，是什么效果呢？这幅画它是流动的，它不是静止的。就是因为我们在展开的过程中呢，我们展的60-70公分，它永远是这幅画的一个局部，所以呢，我们观看者看到的是这幅画的一个局部。所以他在看前面的时候，他不知道后面是什么。他随着不断的收卷，不断的收减，后面的画的内容一点点展现出来。所以呢，就是它产生的这个画卷，它的效果是一个流动的效果，啊，它是一个流动的效果。所以呢，这个它呢就会有一个叫历时性观看。中国的古代的绘画呢是历时性观看，经历的历，就说你要看完这幅画，必须借助一个时间，5分钟或者10分钟，你才能把它看完。它是一个流动的画面。这个就我们今天看短视频是一样的，你短视频再短，哪怕1分钟、30秒一个短视频，你也要借助时间来观看，对吧？你不可能1秒钟我把一个电影看完。电影呢？一定要借助一个时间，所以这个观看呢叫历史性观看。而西方的绘画呢，它一眼就可以看完。蒙娜丽莎，我站到它前面，到卢浮宫站到蒙娜丽莎前面，我一眼就可以看完。然后呢，我愿意看她的头，看她的头；我愿意看她的手，看她的手。啊，你的视线，你看哪儿都可以，这叫一览无余啊。那个不管多大的一幅油画，你都可以一眼看完。当然，你可以在他面前站半个小时，那是因为你想细看、仔细欣赏。但你看半个小时跟看1分钟、1秒钟，其实你看到的内容是一样的，只不过你想慢慢的去感受它。但中国绘画不是这样，它不可能一览无余，所以它必须要经历一个时间，这个叫历史性观看。所以那个时候中国没有电影，我说这个长卷，它就是当时的电影啊。那么这个画家他在画这幅画的时候，
他画这幅手卷的时候，他知不知道观者是历史性观看的？他肯定是知道的。所以呢，他在画的时候呢，他就要把时间放到这个画里面去。所以呢，这就让中国古代的这个绘画长卷呢，有了叙事性，就是这个画它从头到尾，它要讲一个事儿，从头到尾的讲，就跟一个电影从头到尾讲一个故事一样，它不是一个场面，它不是说西方绘画，比如说拿破仑在某某战役，拿破仑那个高头大马一瞬间飞跃起来，然后呢像拍照片一样，啪拍张照片，就这一瞬间我把它画下来，来代表这个整个战役，对吧？这是西方油画。那么中国的绘画它有叙事性，它一定要从头到尾，像讲一个小说一样，讲一个故事一样，把这个故事从头到尾给它讲全乎了。这个是中国古代绘画长卷，它是有叙事性的。所以呢，就是这种收放式的观看，它注定了我们画家在绘画的时候要把时间的这个概念纳入到他的绘画当中。所以呢，我讲中国的古代绘画，尤其是这种手卷，它是四个维度。我们通常的维度，比如说油画，它是长宽深啊，就三维三维。我们是四维，加了一个什么呢？加了一个时间。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观念上必须改变的，必须要了解我们中国古代绘画的和这个观赏的这样的一种传统。像很多画都是这样，比如说故宫博物院藏的那个《洛神赋图》，它就讲述了这个，因为它是根据这个曹植的这个《洛神赋》这幅名篇，把它画成了一幅画，所以呢，它就讲述了这个曹植那个在行走的过程中，黄昏时分，阴影超超，人困马乏，肚子也没吃什么东西，挺饿的。然后呢，路过洛水，洛神就是洛水之神啊，每个大江大河都有神啊。阴影超超呢，就看见这个洛水之神从这个水面上飘飘渺渺的升起来，一大美女美人儿。然后呢，他就喜欢，然后两个人相识相恋，产生了恋情，最后相别，不得不告别啊，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所以呢，《洛神赋图》呢，它是讲述的从头到尾这样的一个故事，它把这个相见、相识、相恋、相别的这个所有细节都画出来。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它在展放的时候，它前面没有讲后面。所以呢，这个观者呢，他是通过一个时间来了解这样的一个时间的整个的一个过程。还有呢，我们那个著名的《韩熙载夜宴图》也是这样啊，《韩熙载夜宴图》呢，它是讲韩熙载的这场夜宴从开始到进行当中，到高潮，到最后结束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它在展卷的过程中呢，这个夜宴的从8点、9点到12点，这个过程一点点的在闪现出来。这个呢，就跟放一个视频是一个道理。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理解，就是说，在这幅长卷当中，为什么这老头他经常出现？这前面我走走看着，哎，这不是前面那老头吗？然后再看着这个老头又出现了，这怎么个意思啊？这到底谁是中心人物啊？他这几个人是不是一个人啊？他就是一个人，因为呢，在他展卷和收卷的过程中，他是不重复的，只有当他全卷展开时候，他才是重复的。这个就决定了，就是我们观看古代手卷的一种审美方式，这点我们必须要了解。不了解，我们就会出现这样的错觉或者是争议，就看不懂这幅画。那回过这个《清明上河图》，它为什么会出现在时令上、季节上出现了这么多的矛盾点？那你这一天到底是冷了还是热呀？到底是怎么个天气呀？这就解释不通了。用这个郑振铎先生的这个清明说来解释这个清明上河图，你怎么解释都解释不通。那秋景说也解释不通。你这个方面解释通了，你到另一个地方就碰壁了，很难自圆其说。这个是因为什么呢？这个是因为没有按照我们中国古代绘画这种叙事性和这种时间性来解读这幅画。所以正确的解读应该是什么呢？张择端画这个《清明上河图》呢，画的不是某一天，而是
一年，春夏秋冬四季，春夏秋冬寒来暑往，形成了一个闭环，循环往复，生生不息。所以他画了一年，就是画了永恒。这涉及到中国古代有个圆形时间观，这个地方我不展开。中国古代的时间观，中国古人的时间观，我们不能用今天的这种观念去反推古人。中国古人的时间观不是线性的，时间不是分成过去、现在、将来，这是我们今天的叫线性时间观，一条线。中国古人时间观是圆形时间观，它是循环往复、周而复始、永无止境的。所以呢，张择端呢，就是通过一年四季画了其中的一年，就等于它形成了一个闭环，就等于画了这个城市的永久、永远。这个是张择端非常聪明的一个地方。那可能会有细心的这个观众提出反驳，说这里面有冬夏春，没看着秋天啊。这个因为这个最后的一个人还穿着短裤，这也不像秋天啊。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也是我在这个书里面解决的，就是这个《清明上河图》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清明上河图》是不是全卷？是全卷还是残卷？在这一点上，学者们争论不休，也有。所以关于《清明上河图》的任何一点都有争论啊，有全卷说，也有残卷说，都是非常响当当的艺术史家做出这样的结论啊。其中比较主流的是全卷，或者是接近于全卷啊。但是呢，我认为它是残卷啊。为什么是残卷？首先，因为它最后只画了一半的树。但它也可能是接近全卷啊，因为在这个1000年留存当中，这个图已经很破烂了。破烂了呢，有可能呢就是最后的藏家把它这一端截掉了，把破烂的部分截掉，然后重新装裱，对吧？我们看这个印章，那个是三希堂经鉴宴，经鉴玺。我们看这个印章，这压凤章压凤章，对，这只有2个压凤章，其他的章都不压凤啊。那就是说，我们这个压凤章一盖，就知道这个时候装裱的，对吧？哎，那个之前的就不能算了。那这个是三希堂经鉴玺，这是遗子孙，这谁的？乾隆皇帝的，乾隆的印。那就说装裱的时间应该是不会晚于这个，它可以早于这个时候，它不可以晚于这个时候，因为最后盖棺论定的就这个啊。所以呢，他最后感觉树没画全呢，也可能是接近残卷，接近全卷。就是后面太破烂了，没法装裱了，成破烂了，最后一刀打回去，然后留了这个部分，这个是有可能的啊。但是我仍然认为它是残卷，为什么呢？首先从画法上，我们可以对照首尾，我们看它起笔的地方，这个非常的荒疏哈，这是这个城郊的景象，然后越来越热闹。人越来越多，然后呢，一直到这个城里面，这个地方无论如何，它不像个结尾，对吧？哎，它从画风上跟那个开头的那种景象、那种节奏感戛然而止，这个反差太大了，就好像唱歌，刚高调门刚上去，突然结束了。这个不对呀，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当然呢，这只是一个感觉，感觉不能作为证据啊，所以还要找证据。找证据什么呢？我就看它的跋文，这个跋文没有那么大电子版，
这个跋文呢，就是历朝历代看过这个，从那个张祝开始，金朝张祝开始，历朝历代看过这个《清明上河图》的人，著名的文人，他都会写下跋文，也通过这个跋文，他来记录他当时鉴赏这幅图的情况，同时也把自己载入史册了，等于说，那我要收藏，我也写一段，那后世子子孙孙都知道祝永，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的跋文，其中呢，明朝有个大学士叫李东阳，很有名，入内阁，是一个朝廷重臣，他3次看过这个《清明上河图》，他没有收藏过，这《清明上河图》不是他的藏品，但是呢，我说了3、5好友可以喝点小酒，然后我有一个这么好的一个藏品，大家一起共同观赏，他3次看过这个《清明上河图》，2次留下跋文，其中一条跋文有那么一句话非常重要，叫长2丈有基。那么他就因为李东阳本身是一个书法家，同时也是一个收藏家，他知道这个，他从收藏家这个角度，他看跟别人那个看这个他的那个方法不一样，他就记录了这个作品的尺寸。2丈有基是多少呢？1名彩尺相当于今天的34.1厘米。2丈有基呢，2丈呢就是6.82米，然后呢有基呢就是还多一点，那就大概它没有记载那么详细，因为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厘米、毫米什么这个概念，所以呢就是有基多一点呢，就是我们可以大致的估量在7米左右吧，就是7米左右的这么一个篇幅。那我们今天故宫博物院藏的这个尺寸，我们是可以量的，一量5.28米，少了将近1.8米，1.7米左右，那这可不少啊！我就1.8米，就是少了我的身高的这么多的这个画，而且这个画它不是纸，它是画出来的，它是那么一个蚂蚁大的小人画出来的，那这个篇幅是很大的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基本上可以断定，这个《清明上河图》是个残卷。它残的是什么？通过刚才的这个讲述，我们大概就可以推理出是汴京城的秋天。所以呢，《清明上河图》呢，应当是冬、春、夏、秋形成了一个4季，然后构成一个闭环，来循环往复的来讲述这座永恒之城啊。张择端呢，希望这座城啊，这种辉煌的世界大城能够成为一座永恒之城，但是很遗憾，在它完成之后，很快这座城就毁于战火，消失无踪了啊！连张择端自己都消失无踪了啊！所以这个永恒是并没有像他所愿，没有如他所愿存在，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一年，我说春夏秋冬这一年是任意一年还是特定一年？我讲它是特定一年。为什么是特定一年？且听下回分解。这个时间已经是0了。好，谢谢大家。你歇会儿。刚好，这个我们前面讲座的是1个半小时，我们后面还有回答问题的时间啊。那回答问题的时间可以把刚才那个悬而未决的这个说一下。其实刚才那个朱老师讲的是我们中国传统绘画比较经典的一种这个创作方式，其实都是一种连环画式的它是一种从左边这个右边慢慢的看进去之后，他会一个个故事看。其实最典型的就是那个《埃及在夜宴图》其实因为这个里面他没有说有一个人重复出现，所以我们感觉不到。其实《埃及在夜宴图》里面那个还是仔是吧？这个南唐重臣他一直在里面出现所以他一会儿这样，一会儿在床上，一会儿在喝酒，一会儿在怎么样。所以这个就让我们产生这种疑问，这种疑问就是我们来理解它是不是一个连环画的一个概念实际上这个里面，其实我们看到一开始它那个树是没有树叶的其实中间有一片那个，因为这个历史太长了，
其实我们还能看出它晕染那个绿色，啊，因为我们看到里面，比如说有些那个店铺上面的那个篷布啊，有的是淡淡的红色，啊，那树木其实是晕染过的，啊，实际上就是说从冬天的枯树到了春天的这个绿树，啊，其实就是一个，实际上因为假设当年花水应该是很新鲜的，啊，就很明显了，啊，所以这是中国传统绘画特别常见的一个经典的一种图式，啊，所以这个我想是应该解释了就是这种衣着的变化呀，故事的发展，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这个长卷，其实它这个画里面，因为我们从来都看都是这么高，所以这个画放大的这么大的一个屏幕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每一个细节画特别精彩，看到那个树木是吧？啊，看到那个建筑，看到人物的生的表情，包括作者也讲了水纹等等。我觉得这个其实可能一开始就是说它是一个第一神品，我想可能神在，它什么都好，这么讲什么都好啊。那么，但是我们大还有个最重要的一个疑团，就是无论它是四季也好，无论它是各种技法精湛也好，那么到底他要说什么呢？啊，我想朱老师喝口水回来给我们来，就这一年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画这漫画呢？有没有一个答案呢？朱老师，那这个问题基本上也得1个半小时，因为呢，它涉及到北宋末年这个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有很多人认为这个《清商图》是宋徽宗时代的这个作品，我认为不是啊，因为他的这个画风不是宋徽宗喜欢的。宋徽宗呢，他比较喜欢浮夸，比较喜欢别人歌颂他的这个，歌颂他，所以呢，他喜欢的是王希孟那路子，就是青绿山水，啊，恢宏浩大，但是他不太喜欢别人说他不好。另外，从画风上来讲，这种郭熙的这种李成郭熙的这种画风啊，首先就不是这个宋徽宗喜欢的。再一个，这个内容也不是宋徽宗喜欢的。那个宋徽宗身边的什么人？一帮马屁精，以蔡京为首的，都是成天在歌功颂德，完了就歌了半天就灭亡了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点细节吧，再看点细节。就这里面呢，这里面呢，有人说这个是歌颂北宋王朝物富民丰啊，这个经济发展、社会繁荣啊，中国封建社会达到顶端了这个景象啊，这个对，这个也没错，因为它是百科全书嘛，它这里面难免就会有很多的讲述那个时代，我们实际上今天回望已经达到了科技高峰。比如这个船上的这些钉子，它全部是铁钉，这个从历史文献上可以看到的。这个铁呢，在宋代呢已经普遍使用了。这个铁钉是全世界领先欧洲几百年啊。这个就是它比较繁荣发展的这种辉煌啊，包括这个煤也在大量使用，所以呢，就是用我们今天话说叫新能源啊，煤比碳还便宜。因为呢，为了这个事儿，我还真是阅读了这个宋代物价史，研究了宋代物价。煤呢是1斤4文钱，碳是1斤5到6文钱。可见煤呢已经在这个市民生活当中已经普遍使用作为一个新能源了啊。这个煤呢，就是欧洲是没有的，欧洲一直到我们看元代那个。马可波罗来的时候，马可波罗里面游记里面写了，就是这个他看了煤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所以他在那个马可波罗游记里面写，中国人居然用一种黑色的石头来燃烧，他不知道那个叫煤，他只能说是黑色的石头来燃烧黑色的石头，他觉得非常的奇怪。这个是好的方面，但是呢，这里面呢有很多的社会危机和贫富差距。不应该是黑色的。这个有很多的这个贫富差距。这个农村我讲的，它特定一年呢是在王安石变法期间，
这个青苗法颁布跟这个图有很大的关系，这个没有时间细讲，这个涉及到王安石变法，这个事情太复杂了。农村非常的凋敝，你看这个农村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在耕作，这个导致这个大量的农民涌向城市，寻求机会，寻求这个生存发展的机会。然后呢，出现了很多无业游民，我们今天话说呢叫流氓无产者，没有工作的，寻找机会、寻找生路的游民。比如说我们看这位，这就是个游民，他呢光着膀子，然后呢这个衣服就这么一身衣服，破烂衣服，一副挑子，就他除了自己的身体和一副挑子之外一无所有，而且没活干啊。所以呢，他在这儿，同时呢，他很饥饿，他好几天没吃饭，没钱买饭吃，好几天没吃饭了。那我们这个一个画家，我们怎么画饥饿呢？看张择端，他的眼睛在死勾勾地盯着正在吃饭的人，来表达这个人的这个饥饿。啊，这个是非常典型的，就是这里面有富人，非常富的人，也有非常穷的人。然后呢，这样的细节在这个里面大量出现。这个呢是刚才讲彩楼欢门，这石前脚店这个大酒店，这个酒店外面这是什么？一些工人、打工仔在做什么呢？弄行李。这是钱，现金。这个酒店生意很好啊，每天都有大量的现金流。这现金流现金呢不能放在这个酒店里面，必须运到银行里面去，钱庄里面去。所以呢，那不叫钱库吗？这个就叫运钞车，在运这个。这位是什么？对了，外卖小哥，啊，这是当年的外卖小哥。经济繁荣，的确是繁荣。你看这个大酒店里面吃喝的这些挺多的，同时呢，存在着很多的这种，这是豪华汽车啊，这个很多这个危机。我们看这个护城河这个桥上面好多小孩，这小孩，这小孩，这小孩，干嘛呀？在干嘛呢？你们说？对了，就是乞讨，在要钱要饭。我们好多年前我都记得有小孩在市场上围着大人在要饭，但现在没有了。这小孩在要饭，穷困者、无家可归者，在这里面很多，还有被政治谋杀者等等，很多人不细讲。那这个呢，就是跟当时的这个社会环境，就是青苗法颁布有很大的关系。还有就是各种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出台了这个大量的这个法律，比如说他青苗法，他是本来是为农民着想，因为农民呢这个种地呀，他也需要资本，春天的时候他需要种子、肥料，没有化肥，反正肥料，各种这个劳动这个资料、生产资料他是需要。但是呢，如果遇上灾年呢，那个老百姓手里没钱没粮，第二年他还要耕种，怎么办？所以呢，就受到这个高利贷者的盘剥。那王安石呢，就觉得要拯救这些农民，不让他们受高利贷者盘剥呢，就颁布了青苗法。青苗法是什么呢？是政府借贷给农民，这个利息呀20%，也够高的。这个半年一次，一年40%。但是私人高利贷那都是翻倍呀，翻倍呢，所以呢，那个王安石他这个初衷是好的，他要挽救这些、拯救这些贫苦农民，让这个生产能够持续。但是呢，这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基层的情况，王安石是不掌握的。这个借贷呀，本来是受惠于民的，但是呢，它成了残害百姓的一把刀。为什么呢？地方政府那个基层的这些官员强制百姓借贷，就是你有的我不需要借我还得付利息，这个我吃亏啊！我自己有钱，我不需要借贷，不需要也得借，就是强逼借贷，把很多家庭搞得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只能进入城市去打工，去寻找新的这个机会。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反映的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现实。所以呢，它可以，你要说它是任意一联也可以，但是呢，它反映了这样的一个社会背景，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题材，来反映当时特殊的
社会状况，是这样的一个作品。太好了，我觉得其实朱老师谈了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事件，就是王安石变法。如果把王安石变法弄懂了，其实北宋社会巨大的社会问题也好，政治问题也好，包括苏东坡一系列名人的历史变迁，都跟这有关系。对，所以这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就是我们往往研究历史，其实从一个事件可以调动无数的一个关联的东西。好，那我们下面就开放问题给来的朋友啊，因为朱老师也是很难得的机会，所以我就不啰嗦了。好，这个第一个举手的是最左边那位女士啊，戴口罩那位女士，第一个话筒，你的后面，一会儿啊，前面这个女稍等啊。朱永老师您好，感谢您的分享，就是今天收获很多。我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拉斐尔的雅典学院。他把自己画成一个那个戴贝雷帽的侧脸的一个男士，在你研究这个《清圣河图》期间，有没有去找过张择端有没有把自己画进去？然后你有没有找到这个人？然后第2个问题就是我在看梵高的一个书信，他一直在跟提奥抱怨说，多给我一点钱，让我去找模特，我要去画这个人物，去画肖像。在中国绘画史上，就是模特，有没有画家就是说对这个模特有没有什么一些关系？我也不太知道怎么问，就是说模特对于中国绘画的画家来说，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辅助？对，谢谢朱永老师。这个其实还是真是挺深入的一个，挺深入的一个问题，不太好回答。第一个是没有，第一个问题肯定是没有，就是张择端那个。第2个问题。我们那个其实这些古人画画他也讲写生的，你看这个他这里边有大量的这个写生基础在这，但人体模特，这个我还真是不太清楚啊。就是绘画里面讲的是意蕴，中国古代绘画不太讲写实，不太讲像不像，就是我们讲的是意境，是意念。所以呢，就是苏东坡那个在他的画论里面讲到，就说。绘画的目的不是为了画得像，这个画的像是小孩画画，画一个苹果要像苹果，画一个大象要画像大象，这是小孩画画是这样的一个初衷。但是一个艺术家他不以像为标志，而是表达这个意境和这个意念，一个精神层面的一种表达。所以呢，就是说这是中国绘画跟西方绘画的一个不同。我们觉得这画的也不像啊，对吧？这是一点。第2点呢，实际上呢，就是说写生的技术，我觉得是很强的，包括这个人体写生的这个技术。这个我们就看古代的这个佛像，就看得出来，就是佛像它从一个抽象的一个肉身，后来越来越写实了，啊，就它身体的局部那种肌肉感，然后呢，还有就是衣纹垂下来的那种感觉，不管是石像还是木质的这个佛像，那种。这个衣服的那种轻薄和那种纹路，都通过这个雕像能够展现的栩栩如生。我觉得这个中国古人的这个写实的这个功夫，写生的这个功夫是很强的。但是中国又是封建社会，肯定裸体模特我觉得有点悬了，肯定是没有。但这个问题我没有深入研究过，啊，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你刚才其实我补充一点，就是中国画家是比较少的把自己画进去的。只有那个像韩熙载夜宴图这样的是比较明确的画家把自己画进去，其他的实际上就很少。另外，中国画家其实早期的很少都留自己的名字啊，到宋代差不多才开始有啊。在我们在一个比如说李唐呀或者刘松年他们在一个特别密集很小的树底下留了个字儿啊等等，这个是很少的啊，所以他不像西方那样就把自己画的这些啊。另外你刚刚讲的梵高那是一个特例，他痴迷画画之后，他问他弟弟要钱，提奥是他弟弟啊，是这样一个情况。好，稍等，刚才那位女士啊，这位给前面这位女士递了话筒，右边周勇老师您好，谢谢您今天的那个精彩分享。我的问题是，就是您刚才介绍这幅画的时候，用那个历史的方式哈，这幅画
然后展现的那个当时这个北宋都城人们日常的那种各式各样的生活场面。那么我的问题是，这幅画的那个名字是《清明上河图》。那么刚才既然是说历史是一年四季吧，哈，虽然是残缺的，那么这个《清明上河图》这个画的这个主题，那么和这个一年四季我们怎么样子来理解？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来理解它？谢谢。好，这提得很好，这个说明就对这个话题特别感兴趣，听得也很认真。关于清明呢，这个主要有3种解释。一种呢，就是我讲的，就是清明节以郑振铎先生开创的这么一个学说。第二个呢是讲清明盛世，说这个是歌颂这个皇帝的，但是我们刚才讲的也不是清明盛世，这里面指出的这个社会问题还是挺多的，不仅仅是刚才我提到的这几个方面，如果细看里面还会有很多社会的弊端啊。所以呢，用这个来去歌颂皇帝，那肯定 IP 版的，肯定是被收拾的啊！谁让你这么画的？我王朝里没乞丐，对吧？所以这个清明盛世这个说法呢，好像也是很难去自圆其说。第3个呢，我相对赞成，就是清明坊，就是他讲的是个地方，因为呢，就是在宋代的这个汴京城里面分成很多坊，其中的一个坊叫清明坊。清明坊的位置呢，在东南角的，就是这个汴京城的东南角，那个附近恰好有一座红墙。这个是查北宋的地图不是它历史的记载。我们有一位学者根据这个历史记载来复原了一幅北宋汴京城的地图。这个地图呢，给我们后人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就是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也看了这幅地图，就对着这地图看。然后呢，这幅图我这个书里面附了这幅地图，所以呢，就是那个在清明坊这个附近呢，它有城门，我们刚才看到了有个高大的城门，也有红墙，所以我个人认为，倾向于就是清明指的是清明坊，清明坊这个地方为核心，然后呢，春天河流解冻期间，人们上河。这样的一个景象，上呢就是去的意思，就是那个我们上学、上班都是去的意思嘛。这个上就是那个去的意思啊。好，那位男生，你刚才问题完了？他已经讲了，清明可能比较准确，应该是一个地方，是个清明坊那个地方。不是时间，不是节气，对，焦点，焦点。好，那位男生戴帽子的男生，谢谢朱老师到底是大家，这个让我们收获多多。请教一个技术问题，因为这个画呢那么细小，我们知道在台北故宫和这个美国大都会都有它的摹本，那会不会他们的2个摹本过去有没有这么先进的放大技术？会不会他们2个摹本这个实际上都已经很变形了？会不会这样？有没有这个问题？变形就是它的临摹的过程中间，由于没有这么好的技术能够看得这么清楚，是不是他们的摹品就已经很变形了？就是跟原作相差很远，会不会有这个问题？谢谢。那个首先呢，就是说现在就是全世界以《清明上河图》为标题的古画有40多幅，它形成了一个系列。这个系列的开创者肯定是张择端，用今天话说叫 IP。这个 IP 是张择端创立的。那其中呢，北京故宫、台北故宫和日本各自有10多幅，这3家占了全世界的大头剩下有零零星星有几家博物馆还藏有这个以《清明上河图》为名的图卷，但它不是这个摹本。台北故宫这个藏的也不是《清明上河图》的摹本，它是呢以这个名义重新画了一幅画，所以呢它不是摹本。比如说裘英的《清明上河图》，他画的是苏州，跟这个汴京城一点关系没有。它中间也有个红墙，大概采纳了这样的一个形式，一个结构，它就变成了一个 IP， 大家都用的一个 IP。每一个人呢都是在自己的这个
领域里面再重新的去发挥，再去创造。所以这个40幅清明上河图不是一样的，都长得都不一样啊。摹本呢，刚才讲到你这个摹本呢，是可以摹的，是没有问题的，摹本是没有问题的。那个我们故宫博物院有一位老前辈叫冯中莲，他呢是用他摹这一幅画，他在我们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修复呢有个摹画室，就专门负责摹画。今天还有摹画室，但是这个冯宗莲已经不在了。他这个摹这一幅《清明上河图》，你们知道用了多少年？18年。哇！18年就干这一件事儿，每天上班画一点儿，每天上完第二天接着画，前后总共历时18年把这幅画摹完。那在这次的展览上，那个也展出了冯宗莲的摹本。冯宗莲的摹本我看过好几次，这次呢我又仔细看了一遍，为什么呢？他把这个张择端的原作和冯宗莲的摹本放在一起，这个我们人在中间，这边是张择端，这边冯宗莲，他这个对比着看，然后呢我一看，几乎一模一样，基本上看不出来是摹本，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放大技术什么的，他是50、60年代主要是。文革当中去了几年干校，停了几年，回来又从干校回来又接着磨，所以那个时代的那个条件很有限，所以他这个磨比画还难，磨真的比画还难。为什么呢？画它是自己随意挥洒，画出啥随意发挥，画出什么样是什么样。那个磨呢，你必须得遵循他的笔法。然后呢，你那个前一天的笔呢，到第二天就是过了，因为它18年嘛。过了5年，他可能前面的笔又干了，或怎么样，那个笔触又不一样了。所以呢，这个技术上是非常难的。但是我看是几乎是完全看不出区别。所以呢，这个问题，因为中国古代摹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所以呢，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好的，最后一个问题。来楼上。楼上的好。 KK。楼上的你就站那说吧。好了，我那个什么，我也是韩老师的朋友 KK 啊，我是从那个韩老师朋友圈里面看到咱们今天有这个活动的。那个周老师，我声音可以听到不？听到。可以，您说。就是我觉得挺汗颜的，是因为我觉得像我个人呢，我自己读了很多西方的，比如说加德纳艺术通史啊，就是读了很多这种什么艺术史的东西哈。但是呢，我觉得我对咱们国内的，就是我对我们老祖宗的这些美学也好，这些我们的历史的这种瑰宝也好，我就了解比较少。就我想起来，我有一次在那个平山的那个什么义山什么书屋的那个地方，看到他们很多独立书店在放义山品物对，义山品物里面放那个葛饰北斋的书，也是个日本人写的。然后我就随手，对，他也写了个葛饰北斋的浮世绘，研究这个的。但是我就翻了一下以后我就看进去了，我就买了那本书。然后我当时就会觉得有一个很大的感慨，就是日本人他很擅长把那个东西揉碎了、碾细了，然后给你往出输送。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文化传播很厉害。时间紧张，你的问题？我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对说的有点高。我的问题就是说，我觉得像我们这么好的一些东西啊，可是在我感觉中，要么就是太学院派、太晦涩了。要么就是他好像很难，就说有没有一种方式，我们能够就说推到那种大众人群里面，让大家能够欣然的去阅读我们的东西。完了以后，对我就是这么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双向奔赴。一方面呢，我就不用能看见吗？能可以。能听见，对。收声。线上听不见，就是双向奔赴。一方面呢，就是说。一个你得多看我的书吧，建议你多看我的书，因为这个我的书就是想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让更多的朋友们能够更真切的，不是采取那种学术论文论著的那种方式，能够为大家所喜闻乐见，这是一个方式啊。再一个，故宫博物院本身呢，也通过数字化，通过各种新媒体啊这个传播渠道来传播这些文化。另一方面呢，我也希望咱们那个读者观众能够更多的关注聚焦我们的藏品，我们这个优秀的文化传统。因为很多呢，就是说有些游客到故宫去呢，就把它当成一个网红打卡地，就是到宫殿的前面，
拍几张照片儿，风景照，漂漂亮亮的一发朋友圈就完事儿了。其实呢，这个对故宫博物院的功能呢是有很大的浪费。故宫博物院呢，它是我们中国最优秀的这个传统文化的一个聚集的地方，所以呢，故宫的每一个展览都非常值得看。我们每年大概有几十个展览都不止啊，就是每一个展览都值得看。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今年夏天的时候，我们7、8月份的时候，在午门上面举办了一个大道之行儒家文化展，在那个展览上，很多名画什么的就不说了，其中有一个著名的是王维唯一一幅存世的绘画真迹，叫《浮生受惊图》啊，讲的是背后的历史也很复杂，就是唐朝的著名诗人王维，他是中国文人画的鼻祖。苏东坡这个把文人画发展到一个高峰，但苏东坡不能说自己是鼻祖，所以他必须推一个人，推前人就推王维。王维被后人历代文人认为是文人画，他不仅仅是个诗人，大艺术家。所以呢，我从那个午门那儿过的时候，就看到很多旅行团，那个导游啊，全在讲那个宫廷里的八卦啊，然后什么哪个妃什么后半夜什么怎么地了，然后呢那个一下雨，那个一打雷，墙上全是妃子的那个回影啊什么这些，我就说你们赶紧去看王维，因为这个呢是一眼千年。为什么呢？这个《浮生受惊图》呢是藏在那个日本的大阪市立美术馆。我去大阪我都看不着这一幅，所以我们这次这个专门从大阪借来只展20多天，一回去就又看不着了。你都到这儿了，你都站在这个门前了，你还想着什么一打雷什么鬼影？你不去看这个，我就觉得呢，就是这是个双向奔赴。一方面呢，我们的游客呢也需要大众去提高，不断的去增加自己的美学修养。然后呢，充分利用博物馆资源，去深入的了解我们优秀传统文化。好的，那个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那个知美学堂就到此结束。正如刚才那个朱勇老师讲的，其实我们热爱艺术、热爱中国文化的朋友，我们不要只是听一些八卦、看一些猎奇啊，我们在去看一个展览、去看一个博物馆的时候，我们先做一些功课。是吧？知道这个作品背后的故事，它的价值所在啊！这个博物馆有哪些重要的作品、藏品？我觉得这样可能更好。包括我们在来听朱老师之前，是不是了解一下朱老师的这个人、他的作品、他是讲的这个相关的内容？这样的话给带来的可能就不只是一个入门，可能更深的一个探讨啊。另外，关于这个主题啊，就今天讲的这个主题，其实朱老师这本书里也写得非常清楚。我这里就给朱老师做个广告啊，这个我们还是其实读他的书啊，因为朱老师这几年对从这个散文到他自己的写作，然后到故宫的写作最后到故宫里面的艺术的研究和写作这是一个历程。另外，他有故宫以国宝为题开始做小说创作，其实这也是他个人写作的一个演进的道路如果喜爱朱老师的朋友可以关注他不同时期的这样一个变化，也是很好的一个学习的路径那么关于故宫这本其实朱老师写的特别多，这也是一个很深的一个课题。它不像其他的学者那样去从一个抽丝剥茧这个学术探讨他是从文化的、从艺术角度去娓娓道来。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维度去了解故宫，而且这可能是朱老师身在故宫里边写故宫，我想这可能是没有一个人能这样去写，有这样的机会所以大家可以多读朱荣老师的书。好吧，那感谢钟老师，好，谢谢现场的所有朋友，现场的朋友，我们本讲就到此结束。那么我们下面还有2位这个嘉宾正在联系的时间一位是这个江西的这个景德镇御窑博物馆的馆长翁馆长，他会来讲景德镇这个景德镇窑另外还有一个我们算是我们深圳本土的学者，也是考古大家，就是唐吉根老师也会来讲大家来，也就是说这个我说的这个意思，大家做一下功课就是会收获更大。好，谢谢大家，下一期再见。